二老兄弟吧，大金牙他欠我2根金条，我亲自给你送。真记账为是。这里发现武工队了，把钱放下。说，在哪？我跟鬼脚李在乱坟岗有约，谁去抓谁。我说，鬼子到了，前进！鬼脚李，你为什么不帮我？我刚刚救过你一条命，我不欠你的了，这是你自己找的呀，兄弟。他是八路，杀了他是9路，跟我也没有关系。鬼脚李，救我！刀太快，你的血脉尽断，神仙也救不了你了。快，那边！我怎么突然又不舍得放你走了呢？一直10根金条呢。得，今天是交代在这儿了。鬼脚李，如果你还是中国人，你就闪开，让我多再杀几个鬼子上路。老子凭什么闪开啊？难道你想像大金牙这种下场？我鬼脚李可不是吓大的。你给我让开！我不想跟一个天然汉奸同归于尽！起来！你家！不管你信不信，我鬼脚李不是什么好人，但绝对不是铁杆汉奸。是，我坏事做尽，但信用不亏。今天说还你一条命，就还到底！呀！这，也。咱俩谁也不欠谁的了，以后有机会再较量吧。哎，我看你这个人还有救，跟我走吧。这一身好功夫，为什么要给鬼子卖命呢？我要吃香的、喝辣的、发大财，你们八路给得了吗？那是给不了。不过你记住，手上别沾血，就有回头路。什么回头路？当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。东家，东家，东家，东家。吕波呢？为什么不抓住他？你们这么多人都抓不住他，我怎么抓住他？你再不守规矩，我毙了你！毙了我！抓！老子不伺候了，后会无期！不要追了，太君，为啥不追了？我们要回李氏酒坊。吕波本来可以逃跑的，但是他一直用自己引诱我们，酒坊一定有问题。报告，什么都没找到。撤，是。是。
追！老赵，这10年你咋成了这样了？娘，我们得走了，他们要追过来了。老花呀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出卖了你呀。我都明白，我不怪你，都是我害了你啊。老花，真有劲子呀，可是咱没那个福气呀。老赵，我背你。不，老花，我不行了，你跟孩子都快走吧。老头子，我们一家子要死一块死，走。老花。想瞒天过海，调虎离山，差点就被你给糊弄过去了。可你瞒得了别人，瞒不了老子齐天大圣。老子最擅长的就是追踪和擒拿。快来点通快点，痛快点！老子成全你！花呀，我也中枪了，你快让孩子走吧。华明，你快走！不，娘，我们一起走啊！娘，还给我，这是李叔给我的。你快走！再不走，我死给你看！走，上车！我们不行了，快点，您走吧。阿明，跟丈母好好过日子，给我生个胖外孙子。我不，娘，我不走。走！你放开我！你给我听着，我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。如果我死了，只有你去给大车店报信，那边现在非常的危险。走！我不，娘，我不走！你让我走，娘！阿明，别忘了明天7月10号给我们老两口烧饭。老花呀，我等了一辈子，今天终于老两口了。老赵，我今天才明白，钱不是最重要的，可惜太晚了。不晚，咱们还有下辈子。除了炸成碎片的尸体，这次真的没有活人了。回特战队。嘿。王彪和孙玉峰死了，魏教理临阵脱逃，成了逃兵。都是狗而已，死了跑了，由他们去。但是你怎么能放走八路的情报站长吕波？对不起，本以为稳操胜券，但是没有想到他那么强悍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吕波不是常人。长官，他身中双枪，我看离死不远了。长官，水上巡逻小队紧急报告，他们在3道湾截获了2艘小船。
哦，这很有可能就是八路的小分队。没想到他们从水路过来，幸好长官早有防备。去请美金子小姐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嘿，田中，不要管吕波的事情了，你去盯着大车店，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汇报。嘿。按说早该到了，会出什么意外吧？应该不会，别着急。这又眼皮老跳，不踏实。来了。怎么就一条船啊？对呀，那应该是2条啊。白毛巾是自己人。嗯。走吧，接他们去。别着急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给我包扎下伤口。哦，好。吕大哥，我们怎么又回来了？鬼子到处找我们，他们绝对想不到我们还敢回到这儿，所以这是最安全的。你娘、张神医都是好样的，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的。吕大哥，我要参军，替我娘报仇。行，我同意。阿敏，你现在去找高队长，把这儿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，要快。你不和我一起吗？我们2个人在一起，哪儿也不能去。我们各走各的，快去。我现在就去大车店。不，他们不在大车店。本来是不能告诉你的。记住了吗？没问题。见到王子元，把这个给他。吕大哥，你真的没事吗？我没事，这是我们传递重要情报的暗号。见到他，跟他说，大斯维达尼亚，他就明白了。大斯维达尼亚。行，就这么记。好怪的暗号，我记住了。快去。好。没问题，是特务连一排排长卢俊，走吧。老卢，好久不见啊！你们怎么才来啊？子越，别动，先举手。老孙，别开枪！老卢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连我都不认识了？卢俊，你他娘的眼瞎了！我高风亮。
寇逢亮，要是连你也叛变了，我死也认了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？不是说有2条船吗？专家呢？货呢？是啊。老爷还挺够意思。先别说话，保存体力。不能泡太久。放心吧，连长，我们正捞着呢。怎么样？我没事儿，咱们的命根子不能丢。太好了，终于把这尊大神给请来了。长官，什么情况？遵循版本长官命令，我率领一艘炮艇扩大了搜索范围，但是在这里突然遇上2条木船，他们抢先发动攻击，我方果断开炮，击沉1艘，逃跑1艘。木船攻击炮艇，他们疯了吗？是的，他们没有重武器，但是他们跳进水里形成伞兵防线，掩护另一条船逃走。为什么不追上去？对不起，长官，我们的炮艇受到重创，已经沉没了。怎么可能？不是说他们没有重武器吗？是的，但是他们有人携带炸药，竟然潜水游到炮艇底下引爆了。他们跳到水里的攻击，只是吸引你们的注意力，而他们水底下自杀性的攻击，才是真正的目的。嗨，属下无能，愿接受处罚。你干得不错，不是还有特别的缴获吗？是什么？嗨，抬上来。长官，请看，这是挂在船底下的。阿卡，小山，你立大功了。石连长，炮没问题，一点水都没进去。太好了，石连长。对，他就是军区炮兵连连长石继春。他的师傅说出来都知道，赵章成。就是大渡河边3炮救红军的炮神赵章成同志。我军还有第2个炮神吗？我只说弄1门炮用用，没想到上级也太给力了。听说炮神技术神乎其神，指哪儿打哪儿。他头得出马，那轰掉一个特战队应该没问题吧？本来是的，但是现在不行了。因为石连长的伤。伤只是一个方面，
最重要的问题还不是这个。那什么呀？你好好看看这炮，炮架子和炮座都没了。我们现在只剩这光溜溜的一根炮管和一发炮弹了。那怎么办啊？长官，这是八路最爱用的80毫米的迫击炮炮架和座板。难怪他们要走水路，这么一堆铁家伙，只有藏在水下拖着走，才可能躲过我们的搜查。高风亮，还真是高明，请了这样一支骑兵。幸亏我们拦截到了。是啊，只要一发炮弹落在军火库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个炮弹的射程是多少？最大射程可以达到3000米。地图。特战队离大车店直线距离其实也不过3公里。你是什么意思？在我心里，一直有一个结没有解开。高风亮那样谨慎的人，在大车店破绽百出的时候，为什么舍不得立即放弃？还编故事跟我们周旋。现在我明白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大车店的地理位置非常合适，他们就是要在大车店开炮，袭击我们的特战队。8个，差点被他们得逞了。但迫击炮还在他们手上，没有了炮架子和底板，他们还能不能发炮？从炮兵操点来看，这是不可能的。炮兵操点？我们的敌人什么时候根据军事操点和我们作战？我们应该立刻发兵，灭掉大车店。不仅仅是大车店的问题。都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该走了。这样全都买好了，到时候这连一块砖头都剩不下了。你说，咱这密室都是咱亲手一砖一砖给垒起来的，现在又给炸了，这心里头不舒服。那为啥要毁店呀？咱们不是已经把重要物资都处理掉了吗？这密室、这密道都是非常重要的机密，绝不能让鬼子知道。在建这个基地之前，我们已经做好了毁掉它的准备。炸药就一直备着。那我明白了，就是不能让鬼子们学会怎么挖地道。花儿，也不是因为这个，只要他们知道的越少，对咱们越有利，不是？差不多了，准备撤吧。大车店什么情况？今天早上开始，客人就陆陆续续的走了，最近1个小时停下来了，估计死光了。那些客人不用管，他们里面自己人有没有出去？有。这2个，但是他们出去转了一段时间，又回来了。他们去哪儿转了？对不起，我们跟丢了。笨蛋！但我可以肯定，他们方向都是往西，而且回来之后院子里多了个奇怪的东西。我想组长你应该看一看。
就是他们从外边转回来以后，一定有问题。我得回去报告班本长官，你们继续盯着，如果再有人出来，绝对不能跟丢。是。新公路、共荣街、城关小学、大宝粮仓复原票号，这些地区立刻戒严，仔细搜查。嘿。你刚才还说高风亮会在大车店开炮，为什么还管这些不相干的地方？因为这些地方都是特战队方圆3公里内潜在的开炮点，必须严防死守。报告，索隆铺来电，已经挖通货运货车，可以马上开通。很好，回营。小花和我疏散重要文件，让虎正猛你们俩赶回去找老傅他们啊！快！疏散什么重要文件？没啥重要文件，队长安排好的，为了保护小花安全。明白了。石连长，那我先找个安全的地方，给你处理一下伤口，然后尽快把你送回去。任务咋办？我们武工队再想办法。胡闹！你们要是有办法的话，组织就不会派我来了。时间紧迫，快带我去发炮点。那还去啥呀？你这又没炮座，又没炮架子的。我师傅的绝活，就是抱着炮筒子一起摞，一样百发百中。连长，那条船没了，咱只有这一发炮弹了。百发百中，那1颗炮弹就行了。只要能炸到鬼子军火库就行。高队长，你不知道，这迫击炮首次攻击目标，一般至少需要4颗炮弹，1颗测距，1颗打远，1颗打近，第4颗才能确保命中目标。你是说，1颗炮弹只能撞大运了？撞大运也得试试。好，石连长，就听你的，咱就试试。还有人，我们的枪神，你不用管他，他无处不在。我们走吧，我背你。没问题，老夫他们在里边呢。高队长，你在哪儿啊？李大哥还等着你救他呢。王哥，你们一定要在大车店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要是晚到1步的话，老傅可就栽了。哼，这么悬啊？那可不。老傅啊，你要是真在那2个黑狗子手里，这传出去可成笑话了。咋可能啊？我是一开始看见有俩警察，我就怕呀，这鬼子发现什么了。我想问明白情况以后再动手，要不然就这俩小警察，我能弄不死他们啊？那人呢？
都弄死了。咋可能啊？哼，关起来了，绑在地窖里边了。等咱们走了以后啊，再把他们给放出来。队长不是说了吗？不是那罪大恶极有血债的，咱也不要轻易下杀手。就像这样的，什么警察呀、办事员之类的，咱教育教育就行了。他害怕了，回去啊能对老百姓好一点，是吧？队长说话总是这么有道理啊！哎，这个地方不错，就等队长来了。哎，张王，队长他们咋样了？接了人没有？不知道，真想去看看。你别闹了，队长不都安排好了吗？咱安心等就行了。你看咱这几路不都挺顺利的吗？队长那儿更没问题了。我猜啊，队长这会儿他们肯定接到行动队了，正往咱们这边来的路上呢。但愿是这样吧。哎，那他们来了，咱们咋整啊？我哪知道啊？听队长的呗。我现在最想听的，就是鬼子的弹药库放炮仗。这回你算听着了啊！这炮仗那可大了去了，隔着海，日本天皇他都能听得见。这天皇听见，他就得问了：哪儿放的炮仗这么大的动静啊？哪儿啊？太监禀告了，禀告皇上，是定西武工队炸了咱们的军火库啊！什么？这坂本四郎难道是个废物吗？赶快把他给我抓回来！我要开刀问斩！那个，哎，我就听说过这个皇上有太监，这是天皇又有太监吗？也？谁身边还没俩太监呢？哎，对，哎，哪儿都有太监。狐狸，等这个打完仗啊，我觉得你可以去说书去了。光说哪行啊？咱得找有文化人把咱的故事写下来，让咱后辈知道咱怎么把鬼子给打跑啊！对，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别扯了啊，扯太远了。哎，赵猛，那个大车店那边啥情况？按照队长的安排，都准备好了，人员都撤干净了，炸药也都埋上了。鬼子现在赶过去，就是吃我们炸药去了。哎，最好是坂本带队，你知道吗？一锅都给他端了。哎，那可真没准儿，他8成得过去，咱们呀就等着听好消息吧。哎，这小花呢？小花怎么安排的？哦，我明白你画的啥了，还挺惦记的啊。去一边去，咱得照顾好人家。放心吧，那个他跟那个王坤回根据地了，他肯走，就他那脾气，肯定要留下来执行任务的。你还挺了解他，那你更应该了解队长啊。队长忽悠起人来，从来都是一套一套的。不是队长咋忽悠的？队长一本正经的跟他说，让他护送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，还让他一路上保护好王坤的安全。我跟你说，队长的戏啊，演的那老真了，我都信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小姑娘骗的，哎，美滋滋的就跟着走了。哎，咱队长啊，就会骗人。哼，好，骗得好，该骗就得骗啊。不对，狐狸，你这劲儿啊有点怪。啊？怎么了？哎，不怪，就他这劲儿我见多了，只要他一喜欢上谁，就这德行。胡说什么呢？我是觉着人家孤苦伶仃的，挺可怜的。人家哥哥都壮烈牺牲了，咱得尽量关心人家，照顾人家，咱得。哎，行，
我不说了，越描越黑。行，我不说了，行吧？不容易啊！哎呦喂，狐狸都会脸红。哎呦喂，这可太难得了。老傅，你嘴下留德，别忘了谁救了你啊！好，我不说，行吧？不过呀，咋回事啊？咱大家伙心里边都清楚啊。哎呀，狐狸，你急啥眼呢？对吧？这啥好事儿是吧？我谢谢你们啊，咱能说点别的成吗？啊，我就问你们能舍得大车店吗？哎，别打岔呀！我不是打岔，我是真舍不得大车店。反正啊，也别管打岔不打岔。哎呀，这个你说我受伤这么久了，刚回来，这一回来吧又要走了，我还真挺想大车店的。你说这大车店也没了，咱下一步该去哪儿啊？管他呢，反正去哪儿都是跟着队长打鬼子。咱下一站弄个小车店。也是。哎，咱在哪儿，家就在哪儿。哎，对，不管去哪儿，咱们肯定得先回根据地报道，不是吗？那当然，队长不是说了吗？咱得回去休整，还得接收表彰呢。哎，咱把鬼子的军火库炸了，哎呦，那咱更厉害了。咱干了这么多大事儿，还得带大红花呢。带不带大红花无所谓，只要能回去就行。我只要一回根据地，我就申请休假，我也不多要，3天就行。嘿，明白了，你这是着急回去陪阿敏啊？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安全到根据地没有。放心吧，吕队长都说了，就那条交通线从来就没出过岔子，而且呢，这回他是亲自陪着去的，那更没问题了。啊，对，那什么，赵猛，你就放心吧。啊，我跟你说，除了咱们高队长之外，我最佩服的就是咱们吕站长，是吧？有他陪着阿敏，你就放心吧，啥事儿没有。你俩第一次见面不是比过手印吗？没吃亏吧？没吃亏，就是手疼了2天。这么厉害啊？我估计啊，他也差不多，好不到哪儿去。哎呀，这个能够跟你旗鼓相当吧，这个人的力气吧也不小，是吧？但是你看，这玩意儿他得分跟谁比，是吧？哎呀，那当然了，你虎爷天生神力，不服不行。不过这个吕站长啊，不光是力气大，功夫还了得呢。等回了根据地，我一定找个时间跟他切磋一下。你呀，这脑子里边就知道了比武。你就不怕队长知道了骂你？绝对不可能，队长还想跟他过招呢。我们这些练家子的事儿，你不懂。是，我是不是练家子？那我使的是手艺和脑子。我说老赵，你这回根据地，你到底是为了阿敏呢，还是为了吕站长？你这说就说岔了呢，怎么？对呀，没岔呀，我肯定是为阿敏啊。那咋还需要3天呢？我得娶她过门啊！我给你们算算啊，第1天我得给组织打报告，第2天我得准备准备，第3天迎亲，3天。老赵，你没开玩笑吧？我啥时候开过玩笑啊？那个阿敏同意吗？我在送她去酒坊的路上，在马车上说好了。送她的路上，在马车上，说好的啊？你们在马车上怎么说这事儿呢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肯定没干好事是吧？哎，你狗嘴又吐不出象牙来，是不是？我是狐狸嘴，你快说你在马车上干什么了？哎，那个赵猛，我问你亲没亲？说亲没亲？亲没亲？你咋样？亲了！你们不就想听这个吗？亲了！哎呦喂，就说嘛啊！你说你亲都亲了，你不娶人家啊？赵猛，那个我可跟你说啊，这个阿敏同意了，也不见得就能成。你知道为啥吧？你得向上面打报告，而且现在是非常时期，那上面不一定就能批准你啊。你想，还得考虑年龄、军龄，这事儿啊，估计不成。那可不。要求啥呀？那我也没结过婚呢，我也没打听过呀。不过你回去问一下就行。但是我估计是真没戏。无论如何，我得努把力。
我咋想的？我这心里边就阿米一个人，他心里边也只有我一个人。通过这回大金家出的这个幺蛾子，我算想明白了，这好事就不能等，谁知道明天会发生啥事呢？既然我命中注定是两口子，就借这回回去休整，在根据地把婚结了，要不然一接任务，又不知道拖到猴年马月了。行，够爷们儿，我们支持你啊。这个部队上吧，它确实是有规矩，是吧？但是我感觉咱们这个武工队啊，和这个正规军这还是有差别的，是吧？也不一定不成，是吧？对，